今天狒狒和文涛的行程是从林芝到拉萨。说到这段路，不能不提的就是我们心中最美的一条高速公路——林拉高速。这条高速一路山水无数，就连服务区也建得漂亮别致。更难得的是，林拉高速修通至今一直是免费。下来，我们走起，一起看看这条神奇的高速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，我现在在西藏的林芝。我们今天睡到了11点才起来的，因为昨天实在太累了。我们现在在林芝这边有一家大秦食府，就是我们陕西的餐厅，在这儿吃个饭。吃完饭之后呢，我们等一会儿就走林拉高速，也叫林拉公路，走那条路去拉萨了。预计今天晚上的7、8点就能到拉萨了。看看我们都要了什么饭，我们的饭刚刚全部上来了。要了一个凉菜，这个是23素拼，然后一个小份的凉皮儿这个是11块钱，另外还要一个大碗的油泼面20块钱。好啦，吃饭吧，吃完出发。即将进入桥梁，全长500米。路口右转到拉萨，左转到波密，直行到波密，我们要去拉萨。这林拉公路现在从那个拉萨到波密都有修通。我们现在已经开上了林拉高速，右手边就是尼洋河谷，每年的3、4月间，尼洋河的风光特别美。这条路我刚看路边的限速牌写的小车110，大车80，然后最低限速是60啊，最高是80和110。林芝的雨特别多，昨天刚到林芝就开始下雨了，今天呢刚刚上高速又开始下雨了。说到林拉高速，很多朋友不知道的是，林拉高速就是雅叶高速的一段。那么雅叶高速是指的什么呢？说出来你可能会吓一跳，雅叶高速就是从四川雅安到新疆叶城的高速公路，就连大名鼎鼎的川藏高速也只是雅叶高速的一段。林拉高速的路线是从拉萨市流武新区到林芝巴宜区真巴村，大体沿318国道线或尼洋河路线展开，全长约409公里，总投资380亿元。截至2017年10月，林拉高速已经全线贯通。我们走过大半个中国，在我们心中最美的就是这条林拉高速。一路不仅能看到雪山、碧蓝的尼洋河，还有各种森林、草原。新修建的林拉高速如一条玉带般穿过尼洋河谷，有时跨过尼洋河，有时和尼洋河蜿蜒相交，好像两条巨龙在山谷间穿梭。总之，再多的辞藻跟林拉高速的美丽比起来都相形见绌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，我们是走的滇藏线到芒康，再走川藏线到了林芝。其实继续走川藏线318国道呢，是可以一直到拉萨的，但是我们到林芝之后呢，选择走了这条林拉高速，因为这条路特别的快，而另外那条318国道从林芝段到拉萨段全程有很多段的区间测速，另外呢还要翻越一个海拔大约在5100米的米拉山口，所以我们选择走了林拉高速。林拉高速呢全长是409公里，从西藏的林芝到拉萨，是目前西藏规格最高的一条公路，也是现在正在修建的川藏高速上很重要的一段。我们今天走的这段林拉高速呢，和318国道基本上是平行的。林拉高速也是沿着尼洋河谷一路的往西的方向走，而318国道是偏山脚下那个位置，两个差不多是平行的。但是再到前面的要翻米拉山口那块儿，两个路就会分开。318国道是盘旋上山去翻那个海拔5100米的山顶垭口，而林拉高速呢是在山底下钻隧道过去的，特别的快啊。我们现在在林拉高速林芝到拉萨方向上的第一个服务区，这个服务区叫做百巴服务区，这停了很多车呀，刚刚还有几个大车，现在大车都走了。
这边的服务区就站在这里看的话，和我们内地没有任何的区别，是一个非常现代化、功能非常齐全的服务区。另外呢，左边的里拉高速上也一直有车辆呼啸而过，完全感觉不到这是在雪域高原上。然后从林芝到拉萨这段高速开的真是非常的赏心悦目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从这个服务区继续往拉萨的方向走。现在有了里拉高速，真的非常方便哈。以前呢，走318国道的话，从林芝到拉萨400公里要开8个小时左右，而现在走里拉高速的话，时间缩短了一半，只需要4个小时。我们现在距离拉萨还有300公里，大概在今天晚上的7点多就能到达拉萨了。我们今年的轿车自驾拉萨即将成功了。难以想象，在海拔4-5千米的雪域高原，也有可以比肩内地的高速公路。不仅路面宽敞平整，服务区也建得很有民族特色。在这样的高速上开车，真的是一种享受。我们现在到了另外一个服务区，这是第100公里左右吧。从林芝到拉萨方向第100公里处的一个叫工布江达服务区。看工布江达服务区，它这个建筑风格就很有藏式风格了，有藏式的碉楼，特别的有特点，在内地是看不到这样的建筑风格的。里拉高速真好开呀，是吧？是的。没车。你给它好好开啊！哦，你睡吧。别开出去了。哎呀，睡觉吧。前面就到林拉高速的终点了，右边的路牌已经提示了，还有500米。西藏高速祝您一路平安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，我现在在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广场。一来到这里呢，我就想起了一首歌，郑钧的《回到拉萨》。前2句，回到拉萨，回到布达拉。我身后的就是非常雄伟壮观的布达拉宫。即使在现在周围已经有一些其他的比较高的建筑情况下，它看起来依然是非常的壮观。那在古代的时候更是不可想象。我现在所在地点的海拔是3700米，而布达拉宫呢，它的落差达到了200米，也就是说最高点的位置海拔3900米，近4000米了。布达拉宫呢是始建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，在当时呢，松赞干布为了迎娶来自于大唐的文成公主，而特意修建了布达拉宫。但是当时的布达拉宫的规模远远不如现在这么大。刚刚我们有讲到布达拉宫它的垂直落差达到了200米，从外观上看是13层，从里边看呢有9层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布达拉宫，它的基本布局是成型于公元17世纪五世达赖期间。那在五世之后呢，它的继任者也是对布宫进行了多次的修建和扩建，才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规模。我现在站在了布达拉宫广场的中间位置，这里每天的游客特别多哈。去年我们来的时候没多少人，今年呢这边已经快下雨了，天也快黑了，但这儿全是人。因为布达拉宫呢，它是整个拉萨乃至于整个西藏的标志性、地标性的建筑，所以游客来到西藏、来到拉萨，一定会来到这里来打卡的。布达拉宫呢，现在的门票是200块钱，是需要提前1天预约第2天的入场券。我们因为之前已经去过了嘛，今年就不再进去参观了。但是里面的各种
珍奇异宝啊，特别的多。每天的晚上还会有很多的当地群众在这里一圈一圈的转。然后布达拉宫后面有一个宗角路康公园，也是一个当地群众特别喜欢去的跳舞休闲的一个场所，特别好啊。以前的布达拉宫和药王山是连起来的，是一块整体，就是布达拉宫往西边延伸，和这边的药王山中间这一边是连起来的山体。但是呢，后来修这个故宫门口的这条北京路的时候，把那条山炸开了。然后就是现在白塔的位置，大白塔以前都是连在一块儿的。布达拉宫真是壮观哈！是，可以想象在几百年前的时候，拉萨旁边什么建筑都没有。对，我们看过老照片嘛，以前的布达拉宫广场，就我们俩现在坐在这儿，这块以前可能除了有特别矮的3、4个房子，估计是就政府机构吧。其他全是毛毡房是吧？对，毡房。我俩现在在地上坐着，狒狒坐着，我也在坐着，挺好的。狒狒已经第5次进藏了，但每次抵达拉萨的第一时间，一定要去布达拉宫广场坐一坐。夜幕降临时的布达拉宫，在灯光的交相辉映下，这座屹立了数百年、气势恢宏的宫殿，也增添了一丝柔情。空气中弥漫出了历史的别样风味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游拉萨，请期待我们的下一个视频。